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家博。2022年的 MSI 季中赛还有几天就要正式开赛了。作为今年的夺冠大热门，也是今年的东道主 T1 将在揭幕战对阵越南赛区的 SGB 战队。看到如今的 T1， 再想想2021年的 T1， 真的是有着天壤之别。这里说的差异，倒不是说队伍实力层面的差异，而是整个队伍的氛围以及选手精气神的差距。在2021年，丹尼和泽法两位教练作为刚刚拿下 S 赛冠军的教练组，被 T1 高薪挖进队伍里。但仅仅几个月后，在夏季赛中期，这两人就被 T1 直接解雇。虽然在时间上与之前的金晶珠教练有点不同，但从解雇的缘由方向上似乎都是一致的。之后 T1 和丹尼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势如水火般的尴尬。丹尼在离开 T1 后选择回到了 DK， 如今快1年过去了，丹尼成为了 DK 的赛事监督，泽法也回到 DK 再次执教。可每谈及为什么 T1 与丹尼的关系如此尴尬的时候，似乎没人能说得清。直到今天，近日 T1 老板 John Marsh 应邀做客英雄联盟相关播客，长达近1个小时的访谈里，他就提到了2021年整个教练组与战队的一些事情。从这位老板的话里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当记者提问去年和今年的教练组的变化对于整个团队有什么影响，作为老板，他又希望队伍最终变成什么样？他透露，去年包括之前，我是不太喜欢干预教练组执教的，我会完全放权给他们自己管理队伍的赛训、名单调整以及其他事情，就跟之前的金晶珠教练在的时候一样。但是去年从春季赛开始，队伍在不断调整名单的情况下，总是输掉比赛，一直轮换却没有换来胜利，这显然是让人担忧的。如果你一直轮换并且在不断取胜，那没关系，毕竟大家都知道胜利可以掩盖掉很多错误的事情。夏季赛开始后，我找到了队伍的运营，讨论了队伍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就谈到了我和 Pot 的一个决定，解雇丹尼和泽法。虽然因为一些规则 Pot 当时无法被任命为队伍的监督，但好在另外2个教练做得不错，并且在后续担起了队伍。那为什么会解雇丹尼和泽法？单纯只是因为战队成绩不好吗？对此 Joe 也是给出了回应。他说 Pot 接手队伍后，他会问选手们，你们想玩什么英雄？然而在此之前，我所了解的情况下，选手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做会被训斥，或者是在比赛开始前，教练和选手商定好要做的事情，结果在比赛中没人敢打破这既定好的计划，因为怕之后产生坏的影响。Pot 之后告诉选手们，我们会在 BP 结束前指导你们，但你们自己也是职业选手，有什么想法或者看到什么就说出来，然后去执行去做，5个人都可以指挥。但你要知道，在此之前队伍里只有1个指挥，所以在这样的变化下，在夏季赛末期，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变化。虽然夏季赛未能夺冠，Joe最后还提到，在去年世界赛冰岛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群孩子是真的在享受比赛的乐趣，比如小吕布喜欢吃免费的晚餐，我们变成了一支完全不同的队伍。虽然2019年我们也有在一直赢比赛，但我感觉那不是在享受比赛，只是觉得幸好赢了。但是在冰岛，我们享受比赛，赢了比赛去吃好吃的。虽然我们距离世界赛觉得只差1局，但在当下的那种推进力真的很棒。从Joe的这段采访里，我们也终于听出了解雇丹尼和泽法的理由了。丹尼作为主教练，掌握着队伍大名单的生杀大权，他一味的去强调选手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比赛，而且一旦没有按照商议好的战术安排去执行，可能迎来的就是赛后劈头盖脸的训斥。一旦这种训斥多了，选手们自然会变得畏首畏尾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们看到的 T1 种种不合理操作的原因了。比如明明有优势不敢一波，在菲卡尔力排众议并表示自己一力承担的情况下才拿下比赛，又比如 Teddy 300层的塞纳不敢去点人等等。一支明明实力很强的队伍，却被这种控制欲很强的教练把控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如今换了教练组的T1，
春季赛的全胜夺冠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，而且每每看到他们如今赛后的表情，真的感觉他们是在享受比赛，而不是将比赛看成一种压力。所以我们也期待 T1 在接下来的 MSI 上的发挥，看着这支创造 LCK 历史的 T1 能不能在本土作战取得好的成绩吧。5月7日这一天，Faker 也是迎来了自己的26岁生日。说实话，作为一名26岁的选手， Faker 的职业生涯的确称得上传奇。在这个年纪依然能保持这么不错的竞技状态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，Faker 也去自己的人形立牌处打了个卡，看得出来 Faker 现在的心情还是挺不错的。就在 MSI 即将开始之际，外媒也是根据一些奇怪的算法，算出了参加 MSI 季中赛的各支队伍他们在本届 MSI 中的夺冠率。后4列数据分别为打进对抗赛、半决赛、决赛以及夺冠概率。T1 的对抗赛、半决赛、决赛以及夺冠概率分别是 87%、83%、62%和 46%， 这4个数据都是排名第一，可以说外媒非常看好 T1。 其实这个国外媒体给出的胜率还是比较有道理的，虽然给 T1 高达 46% 的胜率，但这也是因为 T1 在这个赛季的春季赛整个赛程当中表现实在是太离谱了一点，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一路赢过来，虽然也有劣势，但是他们能够很快调整状态，然后赢下后面的比赛。不论哪一位选手都在比赛中有过不少的高光表现，所以给这么一支春季赛100%胜率的队伍 46% 的夺冠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不过现在对于 T1 来说可能是骑虎难下，外界这么看好 T1， 万一 T1 没有取得好成绩，可能就要饱受争议了，所以现在他们的压力很大。反观 RNG， 虽然又一次成为了 LPL 的春季赛冠军，但整个赛季的表现明显是不如 T1 的，队员们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，这也是为什么 RNG 夺冠率仅仅只有 19% 的原因。当然，相较于其他队伍， RNG 的这个胜率已经很高了，而这边 G2、EG 两兄弟的胜率虽然都只有 10%， 但阿博还是特别期待 G2 在 MSI 上的表现。要知道 G2 可是出了名的 LCK 克星，倒在他们手里的 LCK 队伍不是一支两支了。尽管 T1 这赛季的表现相当恐怖，但对上自带抗寒属性的 G2， 结果还真不好说。那么大家对于这个 MSI 胜率榜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